各位看官，咱们又来了。上回咱们说到，那魏京全这阎罗判官给那老父亲判了500年的刀山地狱重刑，可他没把路给堵死，反倒给了老父亲一个活路，在挨刑的功夫，得给那700多个将士的家属托梦，把实情给说清楚，让他们能领到该得的抚恤金。这叫什么？这叫以功赎罪。魏京全啪的一下拍下了惊堂木，退堂。那整个场景啊，一下子就散了架，高台、刑具、鬼差、请客之间全没了影，老父亲的身影也渐渐地变得透明。巡抚大人想往前头冲，可被一股看不见的劲儿给挡了回去。老父亲回头瞧着他，那眼里头满是舍不得。孩子，好好给人当官，别要像我。老父亲的身影慢慢地消失了。巡抚大人跪在地上，哭的是肝肠寸断。不知道过了多大会儿，他感觉有个人把他给扶了起来，可不就是那魏京全。这会儿的魏京全啊，又变回了白天的模样，那阎罗王的威严半点都没有了，只剩下满脸的疲惫。大人节哀。巡抚大人抹了把眼泪，那嗓子眼里直打梗，多谢多谢您给我爹这么个活命的盼头。甭谢我。魏京全摇了摇头，这是令尊自个儿硬给争取来的，他心里头真认错了，才有这么一线生机。可是巡抚大人瞧着魏京全，那700多个将士，能有多少个肯饶了我父亲呢？魏京全沉默了一会儿，这个我可说不准。他瞧着那天边渐渐亮起来的鱼肚白，那恨得狠的，没准儿一辈子都不肯饶。那恨得轻的，或许过那么些日子也就放下了。可甭管怎么说，这都得让时辰慢慢去磨。那我爹他，令尊要是真心实意的去托梦，真心为那些家属着想，魏京全说，自然会有人愿意饶了他。可要是他心里头只惦记着减刑，那份心意，那些将士也能瞧得明白。巡抚大人点了点头，心里头好像明白了那么点事。魏京全摆了摆手，行了，天要亮了，大人您回头歇着吧。您呢？魏京全瞧着那东方发白的天空，没搭腔。过了许久，他才说，我也该走了。巡抚大人猛地一激灵，您说什么？魏京全淡淡的一笑，3年的时辰到了。说完，他转了身，夺回了那宾馆里头。巡抚大人瞧着他的背影，那心里头啊，一下子就悬了起来。魏大人。可魏京全没回头，只是冲着后头摆了摆手，大人保重。回到书房擦了把脸，看见天放亮，就又急吼吼地赶到了宾馆。推开门，屋子里头空空荡荡，那床铺叠的是整整齐齐，就跟那从来没住过人似的。桌上什么都没有，没茶碗，没卷宗，连个鬼影都没留下。巡抚大人走到了窗户边，院子里头昨夜闹腾的地界儿，阳光洒着，瞧着一切如常。只有那地上有一串浅浅的脚印，从宾馆门口一直延伸出去，通向那院子边，接着没了，就这么平白无故的消失了。魏京全真就这么走了，回哪儿去了，谁也不知道。接下来那几天，巡抚大人派人到处去打听魏京全的消息。可怪事儿就出来了，那押运粮饷的队伍里头查无此人，附近的州县也没这么个姓魏的经历官，连带着府里的下人都说想不清楚有没有这么个人，好像有那么点印象，可又好像是压根儿没来过。只有巡抚大人自个儿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个中年汉子，记得他平静的眼神，记得他升堂时的威风，记得他最后消失在晨光里的背影。打从那会儿起，巡抚大人就变了。每当他要下一道命令的时候，那脑袋里头准会想起那个闹腾的夜晚，想起老父亲跪在地上求饶的惨样儿，想起那700多个冤魂气呼呼的眼神。他知道，他手里头的权力，那可是关系着无数人的身家性命。一个错了的决定，没准儿就会闹出另一场大祸。他可不想让更多的人因为他的糊涂家破人亡。
一晃，许多年过去了，巡抚大人已经年过花甲，那头发白得跟那霜似的。这天夜里，他批完了公文，上了床榻，想歇一歇。那眼皮子刚一合上，就感觉那周围的气儿一下子就冷下来了。他猛地睁开眼，发现自个儿处在一个昏暗的地界儿。远处有个熟悉的背影，背对着他立着。爹！那身影缓缓地转了过来，可不就是那老父亲？可这会儿的老父亲啊，瞧着是平静多了。那脸上虽说还有那么点疲惫，可没了当初那种惨白和心惊胆战的样儿。老父亲瞧见了儿子，露出一丝笑：“孩子，你来了。”巡抚大人赶紧走上前：“爹，您身子骨可还硬朗？”老父亲点了点头：“我挺好的，这些年我一个劲儿的给那些将士的家属托梦，告诉他们里头的实情。”老父亲说：“有那么些人肯饶了我。”巡抚大人一听这话，那眼眶一下子就热了：“太好了，孩子！”老父亲瞧着他：“我有这么个事儿，想问问你。”“您请说。”老父亲沉默了一会儿，才缓缓开口：“我这个当爹的，这辈子错掉了那支队伍，害了那么多人，你说该挨个什么罚？”老父亲长叹了一口气，这因果循环的债，到底该怎么个算法？他瞧着巡抚大人，那眼里头尽是反思：我办了错事，就该挨罚。那些肯饶了我的将士，也少受了罪。这所有的事儿，乱得跟那麻似的，谁又能说个明白？巡抚大人还想再问，老父亲已经转过身去：“孩子，我得走了。”老父亲回头：“好好给人当官，别学我走那老路。”说完，老父亲的身影就开始变得模糊。“爹，您脱离苦海了吗？”可老父亲没搭腔，只是笑了笑，就消失在那黑漆漆的地界儿。巡抚大人猛地一激灵，醒了过来。窗户外头天刚蒙蒙亮，他坐在床边，心里头一个劲儿地琢磨刚才那个梦。老父亲没说他是不是得救了，也没说那刑期还得挨多久，就只留了这么一句：这因果循环的债，到底该怎么个算法？巡抚大人琢磨了老半天，他闹不明白老父亲是真脱了苦海，还是接着在赎那罪。可他心里头明白了一件事：有些欠下的债，活着没还清，死了也得还；有些割舍不下的情，阳间没了，阴间还得续上。至于那些最终的答案，没准儿就得等他自个儿也走到头那一天，才能有个准数。而他呀，得让自个儿活得问心无愧，踏踏实实的走到那一天。所以他也不急着去知道了。各位看官，这阴阳判官的故事就说到这儿了。那巡抚的老父亲只是个总督，一道命令就害了700多条性命，500年的刑罚都不够还。那当今世上手握重权的大人物们一个决定，那可是关系着千千万万人的身家性命啊！这权力大了，那果报也就重了。各位看官，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？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下次再相会。别走开，主题曲马上来。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，别忘了订阅、按赞、分享给同样爱听故事的朋友们。